许巍的杀伤力有多强？一场商演直接导致半个城市瘫痪，还差点惊动当地政府。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有一次的关系。前段时间，久不露面的许巍现身昆明某商场商演。在这个流量满天飞、鲜肉遍地走的时代，主办方本以为沉寂多年的许巍早已过气，于是只选了个可以容纳上千人的场地。万万没想到，演出当晚，许巍抱着吉他开嗓后，顷刻间数万歌迷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整条街道都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逼着当地政府不得不出来维持治安。更离谱的是，一些来得晚的歌迷为了看到许巍，纷纷登上屋顶、车顶，更有甚者直接爬到树上大喊：“许巍，我在树子上！”许巍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。而大家如此疯狂激动，只是为了和许巍一起合唱这首象征自由的《曾经的你》。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离开世界的繁华。当熟悉的前奏响起，又有多少人想要辞职去要饭？毕竟除了歌手身份外，许巍还身兼中国辞职协会会长、318国道线县长、中石油战略合作伙伴、西北旅游业领队等多重身份。1968年，许巍出生在陕西西安的一个普通家庭。在他18岁那年，崔健用一首《一无所有》开创了中国摇滚元年，台下的许巍被深深震撼，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。从此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摇滚。为了追寻理想，许巍不惜放弃高考，与父母决裂，甚至离家出走。到考大学之前，他觉得我给你买把吉他，结果你天天弹吉他，你不去高考，直接砸我琴，我抱着琴我跟他较劲。那时候闹了这一遭后，父母心知执拗不过许巍，只好随他自己在外面闯。许巍在外面闯了2年，一事无成的回到了西安。这次他听父母的话，进了部队，成为一名文艺兵，还在这里认识了未来的妻子袁峰。这样按部就班的日子没过多久，许巍那颗叛逆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。他还是想要成为一个摇滚巨星。22岁那年，许巍选择从部队退伍，一头长发的他和几个朋友组建了一个名叫飞的乐队，寓意一飞冲天。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因为拿不出活动经费，他们连排练场地都没有，只能临时借了一间家属区房。夏天热得汗流浃背，冬天冻到手指开裂。最穷的时候，5个人到附近面馆吃饭，买1碗面要5碗汤。仅仅9个月后，成员就因为生计问题各奔东西。眼见梦想就要破灭，不甘心的许巍怀着满腔的痛苦和绝望，创作了2首经典作品《两天》和《执着》。后来《两天》和崔健的《一无所有》一起入选了中国当代诗歌文选，是入选诗歌文选仅有的2首流行音乐。我只有2天，我从没有把握一个用来出生，一个用来死亡。而执着则为许巍以1块钱的象征性收费送给了田震。只是当田震唱着这首歌火遍全国时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作者叫许巍。拥抱着你 Oh my baby， 你看到我在流泪。能让许巍下跪唱歌的，恐怕只有这个女孩。在许巍的一次活动现场，当他唱到《旅行》这首歌时，一位女歌迷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，当场跪下，并举起了一块谢谢有你许巍的纸牌。见此情景，许巍愣了1秒，随后也单膝跪地，并且双手合十，虔诚地给女孩回应。后来大家才知道，原来这名女孩曾是一名抑郁症患者，在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里，是许巍的歌让她看到光明和希望。与其说她跪的是许巍，倒不如说她跪的是与自己和解的那个力量。我看到一个是我工作人员给我看的微博，很短一句话，他说我曾经也是这个行业的一员，但是幸亏有许巍的力量。而许巍的歌曲之所以如此有力量，是因为他也曾被抑郁症拖入泥沼。1997年，许巍满心欢喜地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在别处》。录制时，制作人张亚东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中国摇滚圈没你不行。”旁听的窦唯和高晓松更是惊为天人。许巍带2首歌来到北京，第一次录音的时候，我记得有我、窦唯什么等等等等。
全站在棚外头看，说这哥们儿太牛逼了。然而这张备受好评的专辑发布后，却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。深受打击的许巍逐渐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。2000年，许巍发行了至今被奉为国内摇滚神专的《那一年》，他自己包揽全部的词曲制作，可专辑销量再一次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后来许巍回忆当时的状态说，当我出了第2张专辑后，我是身无分文的回到了西安，什么都没有。在重重的打击与压力之下，许巍得了抑郁症，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他无数次想从楼上跳下去，结束自己的一切。好在妻子及时拉住了他，可救活了他的人，却没能救回他的心。为什么是我？你每天要跟1万个自己要自杀的念头去做斗争，你用10001个说我要活下去来战胜它，那个太痛苦了，你知道吗？父亲开导许巍，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造诣，就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许巍瞬间醍醐灌顶，他不再刻意去创作音乐，开始学习传统文化，研读历史，在古文和佛经中寻找精神寄托。书法，我在练琴的时候会不看谱子了，你知道我看什么吗？看什么？我把怀素自己写的千字文，怀素书法，唐代的书法草书，我搁在那儿看着在那弹琴，非常不一样的体验，你知道吗？渐渐的，许巍从痛苦中走了出来，反倒来了音乐灵感。有一天，他去大雁塔参观，被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深深感动，随即决定将玄奘精神融入到自己的歌曲中。在家憋了5个月，终于写出了仅有81个字的《蓝莲花》。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？天马行空的生长，你的心了无牵挂。整首歌没有慷慨激昂的词曲，却充满了震慑人心的力量，不仅治愈了许巍自己，也拯救了无数被抑郁症困扰的年轻人。2005年的工人体育馆，37岁的许巍开了人生中第1场演唱会，演出现场被上万名歌迷围得水泄不通。命运就是这么神奇，当许巍放下执念，曾经触不可及的荣光立马纷至沓来。许巍火了，但他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这是许巍唯一一次破例站上颁奖台，为自己的好友朴树颁奖。今天我来呢，专程是为我的好朋友而来。他是我心中的名副其实的青春榜样。台上，朴树和许巍紧紧相拥，台下无数观众激动不已。朴树和许巍同样是才华横溢，又为人低调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俩是一类人。甚至有一种说法，朴树是彩色的许巍，许巍是灰色的朴树。但两人又有一些不同。近几年，一向低调的朴树开始上综艺，许巍还是在坚持自己的原则。2008年，许巍给自己定下了3条铁律：不再领奖，不走红毯，去颁奖礼只唱歌，唱完就走。国家级的一个什么54什么青年奖章颁给你，你去不去？不会，我就觉得说，哎，如果假如有天给你这么大的奖，也不去。真的，这就是我现在说的。试问现在的流量明星能做到这一点吗？一个个巴不得在红毯或者颁奖典礼上赖着不走。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利益与诱惑的名利场，多数人都无法坚持住自己的初心。当同期的好友纷纷上了综艺，郑钧在真人秀上追忆往昔，汪峰在好声音当人生导师，李延亮做了超级女声评委，栾树也上了歌手给大咖做指导，只有许巍说到做到，始终坚持做自己。当初好声音也曾开高价邀请许巍担当导师，可他却完全不为所动，并表示选秀评委这种事情他做不来。他说自己只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人，越简单越好。他们也找过你吧，什么真人秀什么的，都知道我不参加。而且我在媒体上也公开会说，我说我知道我不适应，而且也不合适。有多纯粹呢？2009年，许巍剪掉长发，戒掉了烟，每天早起跑步，呼吸山间的空气，彻底远离了娱乐圈。身边的朋友忍不住调侃他：你怎么越活越像陶渊明了？每天过着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的生活。许巍只是一笑了之。对生活释然之后，曾经觉得摇滚就是要造的许巍，歌里少了些偏执和愤慨，多了份热爱温暖。他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一点一滴全部写进词里，歌也越发有了禅意。可是外界却逐渐出现了质疑的声音，他们觉得许巍变了，少了浪迹天涯的豪气，反而越来越商业化，甚至有人骂他摇滚叛徒，类似于堕落呀，
商业啊，就是我觉得莫名其妙，中国跟着完全不挨边。但是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，他认为你商业了，越来越流行了。可无论外界对他的音乐产生了怎样的质疑，许巍却始终坚守内心。他说，活久了就会发现，其实所有人都是普通人。50岁的许巍真正做到了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还有人说，歌手如果不出来曝光，人气就会下滑，但许巍却用实力告诉所有人，即使不混圈不炒作，专心做音乐，一样能有粉丝和人气。2018年7月，丰宁坝上草原音乐节当天，正好是许巍50岁生日，台下2万人自发合唱生日歌，场面极其震撼。无论过了多久，许巍永远是歌迷心中那个身心自由的少年。在这个浮华攀比的娱乐圈，许巍的特立独行无疑是一股清流。